咁喺呢一個星期啦，睇住港股咁嘅跌幅咧，真係好令人難以置信啊！恒指跌7.5%，重磅股騰訊跌20%，美團跌25%。而當然最傷啦係一啲嘅教育股啊，其中新東方在線咧係跌45%，而母公司新東方咧就更加係跌接近70%。咁呢一次嘅股災啦，某程度上咧係仲勁過2020年疫情嗰陣時啦。咁我咧就綜合咗3個主要原因啦，去到解釋翻呢一次嘅跌市嘅。咁第一啦，大家都會知㗎啦。咁國內近期嘅反壟斷法咧，都一直係纏繞住一啲國內嘅科技股票。而成件事嘅開始啦，都係由上年螞蟻金服暫緩上市開始引起嘅。咁之後啦，就有美團外賣平台2選1嘅壟斷情況。咁即係意思話，美團咧係要強制啲餐廳同佢係做一啲嘅獨家合作。而美團啦，就因為呢一啲不正當嘅商業手法啦，就要賠償俾呢個餓了麼嘅。仲有早前啦，就有好多科網嘅公司啦，都有參與呢個社區團購嘅業務啊。咁為咗係爭生意咧，都會用一啲好低嘅價錢喺佢哋嘅平台度去賣唔同嘅產品啦，去搶呢個嘅市場份額嘅。而令到一啲小本經營嘅菜販啦，就因為咁而係失業啊，咁都俾有關嘅監管局咧係處罰咗呢一啲嘅科網公司嘅。咁正當我哋以為阿里巴巴嘅處罰啦，就係代表住成件事就可以告一段落嘅時候咧，咁滴滴就因為違反咗使用用戶嘅資料啦，就俾政府咧係要求將個 app 係下架嘅。咁另外啦，就有呢個騰訊音樂啊。咁政府啦就要求公司咧係盡快釋放音樂嘅獨家版權啊，仲有就係美團啊，又俾政府再一次提醒啦，係要維護一啲嘅送外賣嘅騎手啊，唔可以因為遲咗送一啲個外賣俾客戶而係扣人工啊，同埋要確保翻呢啲嘅外賣騎手嘅人工啦，唔可以係低過嗰個標準嘅最低工資。咁都令呢啲嘅普遍嘅科技公司啦，近期都係面臨好大嘅壓力啊！咁第二個跌市嘅原因啦，就係因為近期規管一啲課外補習嘅政策，係唔俾啲學生咧喺假期嗰陣時係去揾補習社去做一啲嘅課後補習活動嘅。咁另外咧，亦打算咧係將呢一啲校外補習嘅公司咧係改為非牟利嘅機構。咁一來啦係想打擊補習嘅風氣。咁二來啦，又係想減輕家長喺學費方面嘅負擔啊！咁呢一單消息一出嚟咧，都令到國內嘅教育股咧，都係出現一個大出血嘅情況嘅。咁就例如新東方9901，同埋喺美國上市嘅好未來 TAL，喺消息公佈嗰日啦，都跌咗成超過60至70% 㗎啦。咁第三啦，就係國內嗰個房地產嘅市場啊。咁近期啦，就有呢個內地嘅發展商恒大咧，再一次係出現呢個債務嘅危機嘅。咁都有唔少嘅投資者啦，都係擔心恒大咧係會係償還唔到呢一啲嘅債務啊，咁係有倒閉嘅風險啊。咁有新聞啦，亦都有傳話，有部分嘅金融機構咧就已經凍結咗恒大嘅資產啊，同埋暫停同恒大物業有關嘅樓花按揭申請添。咁另外啦，內地嘅政府部門啦，就因應翻近期國內嘅房地產就出現過度炒賣嘅情況啊，而係推出一啲嘅收緊措施啦，去控制翻呢個嘅樓價嘅升幅。咁都好影響到內地嘅房地產嘅公司嘅股票啦，同埋一啲物管股嘅股票啊，咁都喺呢段期間係跌咗唔少嘅。咁就例如我持有嘅碧桂園服務啦，就喺呢個星期咧，就由高位係跌咗成超過60%。咁投資者面對住呢一個嘅市況，又應該點樣去到部署呢？咁首先啦，我就喺幾個星期前咧，就已經係出過條片去解釋過5個唔應該再買港股嘅理由啊。而其中啦就提到國內啦，依家係行緊呢個嘅政策市啊。咁都好影響到呢一啲企業嘅營商環境啦，同埋佢哋嘅盈利嘅能力嘅。咁好多時啦，國內嘅企業咧係需要配合國家嘅政策，唔係需要放棄部分嘅盈利同埋收入，咁令到公司嘅增長能力啦，就因為咁而受到拖累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啦，其實都係好難令到呢啲企業係將股東嘅利益係擺喺第一位嘅。所以就以我嘅投資組合嚟講啦，港股只係佔我嘅投資組合20% 左右嘅啫。
但係當然啦，呢一次嘅跌市咧，都某程度上令到我整體嘅投資回報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啊。但係就因為我嗰個嘅投資金額就唔係咁大啦，所以呢一次嘅跌市令我造成嘅損失咧，又未至於話好慘嘅。至於話喺呢一段期間啦，我有冇做一啲嘅買賣嘅操作咧？咁其實我係冇嘅。咁你會問啦，點解唔依家沽咗貨賺咗先，再喺低位度再吸納過呢？其實第一啦，坦白講，要係捕捉到低位買、高位賣咧，呢個操作上係非常之困難。咁就例如前2日跌得好誇張嘅碧桂園服務啦，就喺尋日咧就升翻成接近20%。咁想問下你啦，有冇能力係預測到呢一樣嘢呢？喺上星期沽貨之後，再喺前2日咧係撈底買翻咁叻呢？咁就因為咁啦，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好少做一啲嘅短線操作啊。咁主要都係集中長線投資喺一啲優質嘅股票身上。咁就算係短期內，因為有啲唔明朗嘅因素啦，而令到股價跌都好。咁當市場係消化咗呢一啲壞嘅消息之後咧，我相信有質素嘅公司咧係有能力係重拾翻個升勢啊，甚至係可以持續係破翻之前個頂添。咁就用我一直持有住嘅騰訊作為一個例子啊。呢一幅係騰訊嘅10年圖表啊。咁可以清楚見到股價長線嚟講咧係有持續向上升嘅趨勢啊。而如果10年前買咗騰訊而一直持有到今時今日嘅話咧，呢一個嘅總共嘅收益係超過10倍啊！咁但係當然我哋唔可以 expect 股價嘅升幅啦，會係一條斜嘅直線，好穩定咁樣去升嘅。而騰訊就當然唔例外啦，喺過往10年咧都經歷過大大小小唔同程度嘅波幅啊。而就眼目測就見到啦，除咗最近嘅跌幅係比較明顯之外，喺2018年嘅時候咧嘅跌幅都係唔細嘅。咁嗰陣時股價嘅跌幅啦係有成接近50%。咁究竟當中係發生咗咩事呢？咁睇翻之前嘅新聞啦，就可以見到騰訊咧又俾政府嘅有關部門係監管佢哋嘅遊戲業務啊。咁係特別針對一啲小朋友係過分沉迷喺呢個玩遊戲嘅呢個嘅風氣嘅。而有關嘅政府部門啦，就要求騰訊係要承擔一啲嘅社會責任啊，要限制小朋友打機嘅時間啊。咁另外當時因為政府對遊戲嘅監管啦，都令到騰訊係有一段時間咧係審批唔到任何嘅新遊戲係推出市場嘅。而大家有留意開騰訊都會知道啦，遊戲嘅業務咧係佔騰訊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收入來源啊。咁所以當時嘅監管啦，都令到市場係好憂慮騰訊喺遊戲收入嘅增長啊，而令到騰訊嘅股價咧係跌咗咁多嘅。咁但係最後經過一段時間嘅消化之後啦，可以見到騰訊嘅股價啦係已經重拾升勢啊，又再一次係化解到嗰陣時遊戲監管嘅危機啊。咁雖然最近國內啦又再次係推出一連串嘅監管嘅措施啦，特別係針對緊呢啲科網公司嘅壟斷嘅行為啊，但係我認為比起上一次喺2018年，國內政府對遊戲嘅監管對呢個騰訊嘅影響咧，相對係比較細嘅。咁但係當然啦，喺短期內啦，就因為呢一啲嘅負面消息，再加上見到一啲科網嘅公司嘅股價係不斷喺度插嘅時候咧，咁有唔少嘅投資者就頂唔順啊，都要係止蝕離場嘅。但係我認為投資者要搞清楚啦，當初買入一隻股票嘅時候，你係睇好公司長遠未來嘅發展啦，定係純粹係做一啲短線嘅操作啊？咁如果你係以一個長線嘅投資部署去投資股票嘅話咧，咁我認為其實投資股票嘅概念都係好簡單嘅啫。咁當公司嘅業績啦，包括係佢哋嘅收入同埋佢哋嘅盈利係不斷有長線嘅增長嘅時候咧，佢哋嘅股價長遠嚟講咧都會係跟隨嘅。咁所以我認為騰訊最近嘅跌幅啦係市場反應過大啊！我睇唔到國內推出嘅反壟斷措施啦，對於騰訊未來嗰個嘅增長同埋佢嘅業務咧係有太大嘅影響嘅。所以當面對住大型跌市嘅時候咧，
我哋一定要更加冷靜去理性分析呢一啲負面嘅消息啊，去分析翻呢一啲消息係唔係會影響到長遠公司嘅盈利嘅能力啊。如果唔會嘅話咧，就唔需要理會呢一啲嘅負面消息啊。咁繼續係堅持住自己嘅投資理念咧就可以㗎啦。最後講起股票，如果你係想免費獲得1股嘅蘋果，獲得1世港股免用嘅優惠，同埋100蚊嘅超市現金券嘅話咧，就可以喺個富途口度開戶啊！咁根據翻下面 description 嘅指示啦，輸入翻呢一個嘅優惠碼，就可以獲得相關嘅迎新優惠㗎啦。另外，我哋和你贊最近就推出咗一份新嘅免費股市月報啊！有興趣訂閱嘅朋友可以去到 description 撳落條 Google Form link 度填翻你嘅名同埋電郵地址就得㗎啦。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贊。